我想要的女儿，并不是一个只会听我话的木偶，而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郎。你真正能依靠的，不是父母，而是你自己。世子，切腹已死。平宁县主呢？尚未发现。继续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诺。瑶瑶，乐君呢？乐君在后面的马车里，他与阿木一起追下山崖，现在还重伤未醒。快速回宫，宣太医。怎么会是平宁县主和云昭一起掉下山的？阿父，是我的错。原本是我与乐君一起同城，但是因我身子不适，需要卧躺，这才换了马车。是因为马匹受惊，车子摔下山崖去了。阿父，太傅，郡主之死，非家瑜所愿，亦与他无关。如何与他无关？啊？谁让你跟云昭换马车的？如果没换，死的就是你。怎么会是云昭？谢氏上下人等听令，谢家瑜不过一介养女，并非我与郡主亲生。从今往后，谢氏不认此女，不许此女再踏入谢府半步。来人，在。把郡主的棺椁请回家。诺。宗典族谱上，云昭此生都是我谢怀贵的妻子，不曾合理，不曾合理。我接妻子回家，可你们谁敢拦我？太傅，小五姨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和阿某说。真没想到你会卷入崔氏暗中。乐君给我来信的时候，我都吓坏了。你千万别自责。乐君和郡主的事是场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我阿母并非意外而死，
什么？他的雀骨令不见了，是有人为了夺他的雀骨令而害了他，也连累了乐君。当真有雀骨令？崔君和我阿母手中各有一枚。当初若非为此令，我也不会被崔君骗去灵风铺。崔君本想用我来逼我阿母交出雀骨令，但最后功亏一篑。我怀疑萧无疑。马匹发狂是因为吃了灵风铺里被矿水污染过的稻谷，而这稻谷已被萧无疑清剿封存。除了他，没有人再有。他早就在灵风铺时觊觎过崔氏矿产，所以他嫌疑最大。乐君如今重伤未醒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。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可是瑶瑶，你若真怀疑无疑的话，便不可回静安王府了。若是不回静安王府，怎么才能找到雀骨令？此令极其重要，一定被他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，或许就在他身上。只要找到雀骨令，我就可以证明他就是凶手。瑶瑶，阿茂，我阿母死了，这世上唯一偏爱我之人，死得这样不明不白。我一定要找到害死他的凶手，无论是谁，我一定为他讨个公道。乐君，御医说，你摔下悬崖的时候撞到了头，所以你一直睡着不醒。难道你要一直这样，睡着就再也不醒过来了吗？在那马车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瑶瑶说，萧无疑为夺雀骨令，害了郡主。瑶瑶也派人找到了这马夫的家人。马夫虽已死，但马夫的家人有可能看到谁把粮草换成了稻谷。只要证人一回健康，就可以立即指证究竟是谁害了你和郡主。李乐君，你是醒着对吧？还要再装吗？阿兄，没事吧？瑶瑶他们真的找到了马夫的家人，他们真的看到了。不可能！果真是你。请阿兄降罪。究竟为何？此事与阿兄无关，阿兄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你害了郡主，还栽赃给了萧无疑。萧无疑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。你再不说，到时候他查起来，你该怎么办？说，你去瓜州之前，究竟和太傅密谋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害郡主？因为郡主手里有一块雀骨令，因为文熙太子还活着，更因为郡主她知道哥哥你是太傅之子。什么？世子，他没事吧？女郎这是睡着了。世子小声些，女郎好不容易才睡着。女郎熬了好几日，世子妃和蕊夫人担心女郎大病初愈，身子熬不住。刚才世子妃端了碗安神汤来，骗女郎说是参汤喝下了，眼下终于是睡着了。在这里睡怎么能行？我抱她回去休息。回哪儿去啊？女郎，
咱俩的赌约胜负已分，我要赢了。不对吧？我记得是我赌他俩，能成？你跟你夫君打赌总赢，是因为你输了就耍赖吧？我没有啊。成，耍赖也可以，学文或是学医，要不让子期都学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世子给佳玉妹妹取熊胆受伤了吗？那她现在能抱人吗？放心吧，他不疼。也是。你说青龙喜欢的是颜月还是南星啊？我赌是颜月。还赌啊？代价为何？是你知我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，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也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至天荒。这枚缺骨令和我阿母的不一样。不在他这儿，那么为什么松了口气？郡主的缺骨令不在我的手上，不是我杀的郡主，是别人，是谁呢？谢家玉你这么聪明，心中早有猜想了吧？除了我在郡主身边的，能下手的有理由下手的，你心中还剩下几个嫌疑人？不是我，就只能是他，或是他们。你该愤怒，或生气，或疑惑，但你为何偏偏松了口气呢？你不希望是我，是不是？瑶瑶，你为什么不希望呢？小无意，你还没有完全洗清嫌疑。你既然早知我目的，完全可以把我阿母的缺骨令藏在别的地方。你若怀疑是我，可随时取我性命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若我想此刻向你告白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？
你就是个疯子。谢佳玉，我心悦于你。我知道郡主于你而言的意义，我不会伤害我心上人的母亲，绝不会。情深几许无息，夜里是未解，凭此生不可作别。如梦啊，一刻入心间，寸寸相思牵扯不可说的谎言。受伤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在凌风铺的时候没有这个，什么？漫漫流年，情字生切，为情所愿，偏揽书中情话，得来终却浅。缓缓岁月，执手相拥，写作誓言，莫问归路，只求余生能与你并肩。一生一愿，不负拍手，为情所愿，皆如情之所愿，等来终可见。朝朝暮暮，只需一人，岁岁年年，执手历经烟火人世间。执手历经烟火人世间。世子，怎么回事？谢娘子说要秦家习武，哪怕是校旗亦不可泄露。早膳用了多少？未曾。谢娘子听闻世子早起练功时是空腹，便也执意如此。胡闹！佳玉，佳玉，你想饿死是不是？发生何事？没什么事儿。来，习武非一日之功，你若真心想练习是好事，但也需循序渐进，而非一日千里，知道吗？我只是想给身体找点事儿做，好让我的脑子停下来。谢佳玉，别再糟蹋自己了。你不是说你心悦于我吗？那替我杀人也可以吗？郡主刚刚去了，但你若不能让自己精神起来，没有人可以对你的人生负责任。你也不行吗？我可以替你杀人，但我无法替你迈过眼前。你已经知道是谁动的手了，是不是？荷叶，之前说要送给你的呀，这是比精铁更加坚韧的乌金，100年不锈不蚀，比鹰王的那把龙雀要厉害100倍。你何时炼成的？去瓜州之前，不过当时还没有配剑鞘，我可是特意求了云烟阁的魏大师傅，让他为宝剑配鞘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想必没那么容易送我吧？曲水河畔有一山，为凤鸣山，
此地视野开阔，天气好时能见到连绵起伏的山脉，那山脉背后便是我阿母从前的封地云昭郡。只可惜后来已经归了北秦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将这山买下来，做我娘的墓寝。只是此地如今在当地一富户手中，要价很高，我的钱凑了凑，还差这么一点点。你放心，我不白借，利息已经给你了。差多少？5000两。不会吧？堂堂晋安王世子统领北府，居然连区区5000两都拿不出来？我父王在京郊有一处小山林，风水不比凤鸣山差，我愿赠与郡主。不想借便不想借，扯那么多谎干什么？世子为何今日突然要洗马？世子都在这儿了。你将私房钱都投到了军中，只剩下这些傍身的，也就3000多两。堂堂晋安王世子，私房钱只有3000两，说出去肯定没人信。将这赤菊卖了吧，再将这些都兑换成现银，交给何元济，再让他将我在家中的份子全都取出，一并交给谢家玉。就说是王府借给他的。这可是老王爷送您的西域宝马，万里挑一的良驹，整个大业都找不出第二匹，您都不舍得骑它上战场的。卖了吧。你倒是劝劝。劝什么？万物有价，唯情义无价。世子心中孰轻孰重，你不知道啊？从前把钱扔给袁师傅，至少还能听个响，如今连名字都不露了。笨死！你就不知道想办法让谢娘子知道？谢娘子，袁架子，去王府借你的，你尽管挑中意的地方安置郡主。世子这些年南征北战，自己用钱的地方虽然不多，但是北府开销巨大，他那些俸禄都投到军中去了。晋安王府的用度都是我和王妃在指应着，实在指望不上世子和王爷。我掌管着晋安王府的账目，世子确实囊中羞涩，可向妹妹坦诚。那这些银子是？世子有一匹汗血宝马，听说是他第一次打了胜仗时王爷送的。那马血统纯正，价值连城。前几日我看着青龙把它牵出去给卖了，还有些田契铺子，加在一起就攒了这么多。世子连我一并瞒着，只让我把钱送过来。你知道近1年府里挂在世子名下最大的2笔开支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第一笔是你与世子的婚礼，一场注定被毁掉的假婚礼。那假戏总得做得逼真才能让人信吧。第2笔是你入府之后重修着藏风炉，这里原本只是一个安置杂物的空屋，废弃多年了。你没发现啊？外面那炉子也是重修的吗？怪不得和我家里的这么像。夏无一，你的马卖了，利息却没拿走。这个青龙，可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你想要什么？
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觉得。为什么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总是喜欢逼我跟哥哥呢？我们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郡主，我哥哥他对瑶瑶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他？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有想不要期望死。你手持血骨令，还想要扶持文熙太子。他若是有一天知道健康，我哥哥还能有活路吗？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究竟藏在何处？我不可能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个秘密，消失在这世界上吧。哥哥，乐君，别怕。哥哥，不是。刘谢先生，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什么不是？无一。你画的我，这又是哪一次？演武场吗？摸骨人说了，你和逍遥不是亲兄弟。这么笃定，万一说错了呢？你既然坐在这里，那就证明我没有说错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身份的？凌风浦。这么早？一开始，我不在乎文熙太子是谁，我只在乎究竟是谁害了我阿母。我知道我阿母跟你说过，她用缺骨令换我自由身。她出事之前那晚，我看到你们起了争执。这缺骨令，她不会交给除了文熙太子之外的任何人。她既然答应过你，又怎会出尔反尔？所以一开始，你才会怀疑是我对郡主出手，为了夺缺骨令。除了你，乐君也有理由。那日，我听见郡主在跟人争吵，她说她知道文熙太子的下落，她要将缺骨令交给文熙太子。我在马车上，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的，可他知道你的身世，还坚持要辅佐文熙太子上位。他如果听见我阿母想要扶持文熙太子上位，那就会对阿茂的地位产生威胁，所以他也有理由夺令。一旦文熙太子带着缺骨令回到健康，哥哥你将如何自处？为了这东宫之位，你连夭夭都放弃了，我不能留下这个隐患。缺了郡主的这块缺骨令，就算文熙太子来了，也算破了阵眼。和他争执的人是谁？我没看清楚，但我猜是萧无疑。萧无疑他很想要缺骨令，缺郡妹妹就一直握在他手上。哥哥，依妹妹看，在萧无疑心中，你就是他推行北府改制，留在周书的一枚棋子。他现在既然敢对夭夭动情，那对哥哥你又还留有几分情谊呢？万不可再信萧无疑。能控制马匹发狂的道骨，只有你有，所以一开始我对你的怀疑更大。他又是什么时候变了呢？大婚那日，死的是我孪生兄长，我兄弟二人都是郡主供养的安慰。直到大婚之前，我二人的存在，就连太傅都不知晓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阿母去凌风铺之前，令他外出办差，但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阿母已经出事了。那日入城，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李茂，我已经找到证人了。
乐君如今重伤危险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？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随后，女郎令我立刻控制住马夫的家人，送来健康，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会趁机动手。果然，希望的人来了。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李乐君？愿者上钩，我只是给所有人都下了钩。引蛇出洞，同样也是打草惊蛇。李茂和李乐君必然察觉了你的怀疑，也很快会发现马夫的家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且并非人证。他们知道又如何？好啊，那聊聊我吧，我到底是什么时候露出了马脚？崔俊结识我阿母的时候，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崔俊被人劫走了，劫走他的人还在墙上落款说，奉的是文熙太子之命。不可能！过分笃定，确实不妥。怀疑一旦产生，就无法停止。喜悦楼一直在说雀谷令和文熙太子的话本子。这文熙太子要真活着，该多大年纪啊？24年前，那就是24岁了。老王妃对你矛盾的态度，无一也是我的儿子。那您为何不肯看看萧无一？萧无一绝对不会杀害郡主的。还有我阿母在崔家时，对你无端的信任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他的确给自己取了个很好的名字。还有，他对文熙太子的评价。阿母说文熙太子是一个将天下看得比自身重的人，他为了这天下不惜己身，能担得起这句话的人，全天下没有几个。而这样的疯子，我恰好认识一个。谢家玉，原来你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！萧无一，你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是，我的确是文熙太子。时辰到，启灵衰瓦。慢着！阿福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君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，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。故而今日，我来带他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发母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。她说她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游历这天下。第2封是阿母在灵峰铺时写给阿父的。这些是郡主的遗物，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就已经出事了。阿父，你要看看吗？我不必看。我和你阿母的婚事
乃皇家赐婚，所以若无宗正稽核、内廷允准，你的和离书根本就毫无功用啊！趁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我就再说一遍：谢家瑜并非我与云昭亲生。咱们不知道，他只是云昭捡回来的孤儿罢了，被云昭当猫儿狗儿养了10几年而已。所以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做我谢氏和云昭的主？别再耽误时辰了。晋安王府是养了一群土匪吗？跑到我谢氏的灵堂上来抢光果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太傅，今日谢家瑜的话，便如军令，还望太傅听家瑜把话说完。崔俊南北进暗探，阿母被其控制后，本有机会逃脱，但他听崔俊提起了安禄之案，为了从崔俊口中探出安禄之案的真相，阿母不惜与他周旋，差点脱不了身。阿母知道安禄之案乃你此生心结，不解开难释怀，所以他宁愿以身冒险，也想为你求一个真相。阿母曾经以为你的执念都是错的，后来才知道他也错了。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。瑶瑶，别！太傅，我说了，今日请听谢家瑜把话说完。阿福，我阿母是被人害死的，您敢让我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我阿母吗？谢家瑜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！明明是马匹受惊，你阿母才意外坠马，但要不是你跟他换马车出意外的，本该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呢？我明白了，阿福不想查，我自己查，还我阿母一个公道。我再问阿福，若我要以安禄之案还我阿母，阿福还还是不还？不，你这阿福还还是不还？别！若安禄之案有真相可言，那就是国事啊！你岂能凭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呢？是吗？那阿福，当日连环女之案，你难道没有为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？不可妄言，你阿父和连环奴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妄言？阿福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不是真的想鱼死网破？阿福心里也清楚。阿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从上京到健康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。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他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
事情，都抵不过暗路之爱在阿父心中的分量。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就算你今日带走云昭，吾陛下太后解除此婚，她一复华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父操心。阿父，这也是我最后还您一声阿父。往事如尘，皆过客。落子无悔，就余得。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若宿命的过何来对与错？世人皆不过为执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过，乱结是非终究不可说，此生在世间皆为因果。往事轻墨，不必再执着，心为枷锁，无念变挣脱，又何须戳破梦外因果？我告诉你，礼貌的绅士，我是为了提醒你局势，不是为了让你杀我的妻子。真正认不清局势的人是你，本世代根本没有死，他们手中哪有绝苦令？说什么？若是让郡主活着回来，我哥哥根本不可能有活路，我能这么做？所有可能危害到他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太傅，哥哥，走吧。瑶瑶，参见平宁县主。瑶瑶，你当真要与我生分了吗？郡主她除了认罪的话，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见关于我阿母的任何事情，因为也算好友一场，何必再续于未矣？瑶瑶，你长大了，是你们都要我长大。你真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
那日，我与君主一同摔下了山，若非有一棵树挂住了我，我也活不了。还是萧世子的手下救了我。我的手刚刚痊愈，说我要害君主，未免有些荒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让阿大把马夫的家人从我手中抢走做什么？你怕他们真的看见了什么吗？但他们什么都没看见。乐娟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希望是你，因为那样我会对友情很失望的。夭夭，没想到你今日会入宫。阿梦，你明知我利用你试探李乐君，她是你妹妹，我信你也是事后才知。我明白你为难，我不怪你，但请你也不要再为难我了。你的乌金剑我收下了，但其实我还有更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你的勇气。勇气？善良心软，并不是你的错。不要因为曾经被背叛，就彻底失去相信别人的勇气。你还有新的朋友，也会有新的家。其实，在入凌风铺之前，我并不曾见过真正的疾苦。我在谢家长大，得阿母养育，只是婚嫁不自由，便以为自己饱受束缚。后来才明白，这世上不存在真正的采菊东篱，悠然南山。师父曾问我，江湖在哪儿？天涯又在哪儿？如今我明白了。古来乱世皆如此，宴乐之下皆血泪。能活着已是不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依然相信。我也答应你，会帮你破解雀骨令的秘密，找出雀骨令和矿藏之间的关联。我也会帮你造出火击力。你知道你的承诺意味着什么吗？善良不是错误，但没有力量的善良不比软弱好多少。于一人如此，于一国也是如此。大业需要背负，否则和平就是空谈。而背负也需要火麒麟来震慑外敌，亦或是世家。哪怕它可能会带来无法控制的能量。既然言语苍白，那我们就用力量震慑。萧无言，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与你同步。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就让我燃烧一生勇往，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
我也要认罪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你一个人挨打算怎么回事？来吧，行刑！夏无义，谢娘子，你要是阻拦，就不只是欺君，还有抗旨。继续。夏无义，不要！不要！你可知何为君臣？你本是君，你若不做这个文戏太子，不做建康宫的那把椅子，一辈子为臣，纵然手握北府，也一辈子受人忌惮，做任何事都会受人掣肘。坐上那把椅子，就能够不受掣肘了吗？世家掌兵，无论是谁坐到那个位置，都必受掣肘，所以我才会建立北府，建立一支不属于世家的军队。我要源源不断的寒门都有施展立足的空间，即便是世家永远无法被真的遏制，我也要为大义的朝局引入活水。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九丈原，我受了伤，与寿数有损，老天没能给我更多的时间。天命于25年前就不在我所求的也不是那把椅子。我若不想要一个身死道消的北府令，就必须要做更多的事，而不仅仅是站在那高台之上与世家周旋。你相信齐王，愿意扶持齐王。或许他作为谢家瑜的丈夫，不会让郡主满意，但我知他心中有志。若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不配呢？你日后行事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些自己？今日竟然敢当众对着阿茂拉弓射箭，你心疼阿茂了？我没同你玩笑。我也没同你。从前，我听说过许多你的传言，因为这些传言，我在入府之初十分惧怕你，怀疑你。若非后来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，我也不会重新认识你，也不会心悦于你。说什么？我说，夏无义，我心悦于你。若只是同路人，路行岔口，还是要分离。夏无义，我不仅想与你同路，我
我更想与你同归。所以你日后行事，可否能稍稍顾及自身？若你有个好名声，哪怕你日后做了坏事，别人也不信，那岂不是更容易成事？你看看太傅，多会骗人。别人都说你聪明，我怎么就觉得你傻呢？朝堂之上，总有人唱白脸，有人唱红脸。我已经选一张很好的红脸，我不介意再唱一张白脸。那你可曾想过自己的结局？我虽不爱看书，但也看过不少话本子。像你这样爱唱白脸的臣子，古往今来可没什么好下场。是，所以不敢奢望留你在我身边。若我非要留下来呢？你能不能顾惜些自己？你让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你也答应过我阿母护我周全。可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只不过是安排180个护卫。若日后你或是萧家出事，便护送我离开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这样的依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若我不想做萧大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呢？我要你长命百岁，现世安稳，清白传家，名满天下。你这是在为难我。没错，我偏要为难你。你听不听？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拉住你的手掌。那我也答应你了，偏爱你，相信你，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惦记承诺，无论将来谁再来抢，我都绝不会再放你走。怎么回事？阿茂打的，对不起。
别乱琢磨，这是我跟他的事。都是因为我。好了，没事。夏无义，虽然我说过我不想做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，但其实口诛笔伐，声名狼藉，我也是不怕的。你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对乐君动手？还好吗？他说他要去北秦做暗探，潜伏在鹰王身边，我设了一计。李乐君，你我此生不必相见，若再相见，我定取你性命。带他去北京。No。郡主会明白的。袁家子这是私会情郎，打扰了。南星，世子，女郎不见了。女郎怀疑世子妃可能与崔俊失踪一事有关。今日世子妃出门，女郎也跟着一起出去了。我早知此事与世子妃有关，她掺和什么？啊？世子你还真知道啊？我不知道你知道啊。谢娘子问我之时，我还斩钉截铁地说你不知道呢。有时出世子妃就已经回来了，但女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英使呢？女郎想起却骨令的一种破解之法，但需英使出城确认。该在的不在，不该在的到处乱窜。要想见活的谢家瑜，带上所有却骨令至安泰门。小女郎，中了我的迷药，你就别费劲了。蔡俊，你帮我做什么？我曾有一只鹰叫鸣笛，幼年放牧时间的。他那时被猎人射伤，奄奄一息，是我救了他。自此他便一直跟着我，可自我入南叶20年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肯定是已经死了，要不然就是被人抓住煮熟了给吃了，或者就是把羽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做成羽扇。别费劲了，都停下！再向前一步，这小丫头就没命了。夏雨，崔俊，放了她。谢家瑜一介女娘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与她无关。世子和监国的心上人，怎会无关？把兵器都给我放下！血骨令都带了吧？自然是带了。崔俊，你就算拿了血骨令，你也一样逃不出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萧无义，
你和谢家瑜的这场戏唱得不错呀。栽赃李乐君的那枚雀骨令，是你萧家的吗？而郡主的那一枚，明明还在李茂手中。给你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看来齐王对你确实是真心，他一点犹豫都没有。小巫医，你的呢？雀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巫医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巫医，瑶瑶在他手上，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雀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小巫医，你放开我！佳瑜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雀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雀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小巫医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选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齐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小巫医，你住手！小巫医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惧无负啊！小巫医，这是当朝监国，就得杀太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小巫医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小巫医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云帝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来带我回家了。云帝，我的命帝。公公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太好，萧无疑夜闯东宫去救齐王殿下了，而且秦太医被抓了。秦太医会不会把当年……掌嘴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别打了。秦太医家里20余口都在吾手中，就算是死，谅他也不敢走入半点风声。不料的果然没错呀，还真不能够让他们有翻天覆地的那一日。陛下既然不愿意听吾的，那吾就替陛下做主了。传吾的懿旨，把禁军里所有出身和氏门下的全都调集起来，替吾挡住萧无疑。诺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诺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那就替吾梳个改朝换代的日月鸾凤了。诺。
陛下怎么还没喝？陛下，请用药。在这健康宫里，真心待你好的人，只有阿娘。你可知阿娘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换来你今时今日的尊贵？朕一直都记得母后的恩情。既是如此，今晚答应阿娘3件事：第一，停止北府改制；第二，废除齐王监国之位；第三嘛，太子之位，阿娘已经替你物色好了。幽王第3子，陛下以为如何？母后，今夜儿臣怎么想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臣拜见陛下、太后。这是何意？秦生谋害齐王与陛下，人赃俱获，其背后定有主谋。秦生，谁让你做的？是臣一人所为。诺诺，阿父，你怎么流血了？你疼不疼？阿父，秦大人，别怕，你的家人都在这里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行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说，那是13年前的冬天，自从南下建康，文熙母子又先后故去，先帝便幽怨成疾。到了立储之时，那时候肃王和宁王本是朝中所望。那一夜，漫天大雪。这张药方你拿了去，混在每天宵夜的官宴中，给每位皇子和王爷送去。连娘娘的亲生骨肉，燕王也要送吗？要想事成，先要舍得。本宫自有办法保全我儿。3个月后，肃王和宁王先后故去，只剩下燕王，但燕王也因中毒，一病不起。一派胡言！陛下乃无亲生，吾怎会狠心对骨肉相害？秦生，这些说辞是谁挑唆的？是谁让你陷害我？说！母后，朕还记得那燕窝粥，带着一丝百合的香味。这毒是暗夜草吧？先把他们带下去吧。你是何时知道？从第1天起。那为何还要喝？因为从小到大，孩儿都想讨母后的欢心，都想得到母后的夸奖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夜就按母后说的做。
孩儿的身体，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孩儿是个无能的皇帝，也是个不孝的儿子。你们要争要抢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但这大业的江山，要真坏在孩儿手里，我也无颜面对先祖。萧世子，齐王如何？回陛下，毒已经解了，眼下正在休息。萧无义，你以为翻出陈年旧案就能置我于死地吗？吾乃当今太后陛下生母，就算做错了什么事情又如何？况且我等今夜这一刻已经等了许久了。贺田，萧无义谋乱宫闱，拿下！跪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退下！是你出卖了我。今夜萧世子入宫，目的是扳倒太后。何氏为谋却蛊令劫走崔俊，又指使崔俊挑拨萧世子与齐王之间的关系。在崔俊射伤齐王之后，太后又秘密毒害齐王，欲另立储君，罪证确凿。那你来此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向太后报谢！你是要吃里扒外不成？今夜扳倒太后，我也是人证。萧世子已查出当年陛下登基的内情，肃王、宁王都是被太后下毒所害。今夜祸起萧墙，何家只有两条路：其一，断臂求生；其二，与太后一道死。诸位，是想生，还是想死？这怎么办？你们若是想生，如今只有我能保何氏。你准备怎么做？认罪，伏法，支持北府改制。荒唐！何氏乃江南第一世家，怎么可能支持改制？而且太后乃陛下之母，就算陛下知道是太后对肃王和宁王下手，也未必会如何。那如果太后当年也给陛下下了毒呢？如今陛下体弱，就是因为当年解毒不清而产生的后遗症吗？我已嫁入靖安王府，本可以独善其身，然而何氏毕竟是我的母族，所以今夜我还是来了。是继续跟着太后这艘破船一道淹死，还是从今以后听我的，换一条航道，至少能保何氏平安。你们自己选。掌家之印在此。很好。这是臣女这些年来收集的何氏一门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的名录，还请陛下预览。何元介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是要毁了何家吗？姑母，元姬是在救何家。何氏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。救何家？何氏一门从上京南渡，帝都健康，皆有栋梁之功。臣请开恩，不株连何氏。改制乃大势所趋，并非屠戮世家。若有同心协力者，自当加以恩典，
必为典范。那太后呢？太后昏聩年迈，当收其印玺，移居别宫，颐养天年。来人！花儿，滚开！花儿，母后都是为了你呀。我拿到家主印的时候，祖父告诉我，为了和氏全族的未来，可以牺牲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女儿。姑母，您的阿父和儿子都已经放弃您了。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？陛下，臣女何元姬得太后赐婚萧世子。成婚5年，无德无贤，请陛下废除萧何2世婚约，准臣女与萧世子和离。臣女愿率何氏支持世子改制。准。世家盘根错节，连朕的皇位都是他们赐予的，朕做不了的事，你们替朕去做吧。萧无一。朕会下一道密旨，若朕有一日病天，便让太后随朕一起走，免得她再以孝道之名行擅权之事。今日，你替朕压下了昔年宫廷丑事，保全了皇室颜面。来日，朕替你做这个恶人。臣。夏无野，你要学会索取。你知我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你知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燃尽心中烈火，是真无错。见过考功郎，下官乃岳阳平江县县令。平江县去岁是个丰收年，怎么才12000两？居然还姓沈。说吧，你想我给你评个什么？若下官想求3个上，那这一幅《春江寒雪图》可不够。萧无一。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过来捣什么乱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去剿匪打仗了吗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考公？这收字画贿赂的人是你啊！你整这么多字画干什么？萧无一，啊！不是你干什么？你摔杯子干什么？2楼已经控制住了，无一，为什么停？佳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王爷。啊？重喊。父王。这就对了。2年未见了，回来都不说一声啊！非要让我去建安王府请你们。你看我后面那些奏折们，全是参你的，
说你提拔的那些寒门官员贿赂考评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人在西月楼都被抓了，不然这么快召我们入宫。送了多少银子？林林总总，一共17万两。我挪去修粮道了。啊？上书台拨款太慢，你与各部周旋也是费劲的很。我这是在帮你敲打一下刚提拔上来的寒门，让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正道上。你不怕得罪人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快要过年了，你着急回北京吗？殿下有何吩咐？我能吩咐你什么呀？不是听说老王爷回来了吗？正好大家都在，我们可以一块过个年，对吧，佳瑜？阿茂，这是细软甲吗？啊。用料上乘，做工精细，做得真好。其实，这是我想送给你的册封贺礼。阿婵，阿婵，实不相瞒，我已封阿婵为宫嫔。册封世子妃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一介与何家女郎和离，堂堂静安王府世子，怎可以没有世子妃呢？所以我没经过你们同意，直接奏请陛下，改册佳瑜为世子妃。陛下还特命内造监打造了印玺，还有册书。我都没来得及提，你比我还心急啊！等过完年之后啊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册封礼。瑶瑶，你喜欢钻研那些机巧之术，不比上战场更安全。出入锻造房时穿上此甲，可护你一二。加上我送你们的这幅字，就当做我送你们成婚的贺礼吧。翠妈，该回家了。来马场做什么？为何大哥送了母亲雍像，你便要把你的那顶藏起来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应该是你自己打的赤狐做的吧？小野，你这样不好，特别不好。便是旁人送的180顶，你送的便是你送的，不是说旁人送了你便送不了。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好了，知道了。一念心动，只值一眼，这瞬间。少爷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那就好。你真是喝醉了你。我没有，我还有年礼要送给你呢。怎么样？我的妙手可是很赚钱的，我就把它赎回来。你要上战场，就要配最好的马，还能带你回家呢。瑶瑶，我会努力陪你过每个新年。
父亲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论人前人后，唤我老师便好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冒着一身血肉，都是父亲所赐。若不是父亲当年在健康收我为学生，悉心教导，茂也绝无今日际遇。此心此志，亦离不开父亲栽培，茂不敢不敬。好儿子，不愧是我谢家的儿郎。这几年你做得很好，借改制，动了盐铁，清了河道，百姓会记住你，拥戴你。可这场改制，终究是因萧无一而起。若你想成为这天下真正的主人，就得把挡在你前面的人，像这尘土般一一的清扫掉。请监国齐王殿下授靖安王世子妃册宝，宣册封旨意。罪犯萧无一、萧遥何在？臣参见殿下。下官此次来，并非有意破坏世子妃的册封礼，只是登闻鼓响，以大业律例，需即刻扣押首犯萧世子及萧大公子。两位得罪了。放肆！今日册封礼，我看谁敢拿人？我廷尉府拿人，从来不会无凭无据。可惜粮道垮塌，死伤过千，民怨沸腾。据查，县令魏敏是世子亲手提拔的寒门，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与世子和大公子多年往来的书信及黄金1000两，更是从信中查出萧氏贪污修取款、以权谋私的证据。廷尉，儿子有罪，当爹的也应该有罪吧？抓他们俩可以，但是必须带上我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将靖安王、靖安王世子、大公子一并押入大理寺。臣领旨。命3司派员前往粮道彻查此案，若有冤，本王替他们做主；若无冤，本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。靖安王得罪了，世子，请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。请殿下赐册宝。请殿下加礼。若今设伏未稳，期望来得早了些吧。这几日，逍遥粮道贪腐，销区买卖军资，出卖军情的罪证越查越多。不仅仅是萧家，还有不少你提拔的寒门官员，也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如今这健康内外，已是群情激愤。
要求必须严惩靖安王府，严查寒门官员。你觉得自己还有生路吗？文熙太子。从陛下将却骨令交还给你之日，我就确定了你的身份。从两道奸枭到通敌卖国，和当初安禄二世覆灭如出一辙。谢太傅为萧家定下的罪名，可真是让他费心了。你果然知道安禄之案背后的真相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太傅这次下了死手。谢家瑜动作很快，找到了伪造书信账簿之人，只是他手断了，无法作证。看在你我昔年兄弟之情，我可以留萧家满门一条心。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。交出北府和却骨令，写下和离书。我要你亲口告诉谢家瑜，你要与他和离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觉得可能。谢家瑜，他是一个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感情，都该由他自己选择。你逼他回头，到底是因为爱他，还是因为恨我？那是谢家瑜当初自己就选错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罢了。靖安王世子妃谢家瑜，拜见监国齐王殿下。让他进来吧。靖安王府贪赃枉法、通敌卖国之事，已查实。无论你多想帮他，萧无疑除了交出北府军权，写下罪己状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日来，是有一样东西给你。萧无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疑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疑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
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玉。有没有和萧无一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股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夭夭来过了，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身世的？从长沙王兵变逼宫，你被突然推到监国之位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至少是在乐君除掉郡主之后，没想到比那更早。那夜，当我在健康宫中看到你时，我就在想，谢太傅蓄谋已久，为何偏偏选中了你？可不出所料，陛下立马就派人前往齐州，去探查你的身份。郡主的营使也前去凑热闹，查到了不该查到的真相。但为何那时，你不？为何没有揭穿你，将这欺君之罪公布于众？因为你和我有同样的志向，我完成不了的事，你可以替我完成。我不需要一个无能的好人站在那个位置上，野心、手段他都需要有。我不觉得你的出身有任何问题。你不在乎那至尊之位，但是你需要个帮手。所以你选中了我。为了你的志向，我失去了夭夭，我失去了我的人生。我不甘愿当你的傀儡，更不甘心夭夭对你死心塌地。她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居然甘心束缚在你身侧，为你付出一切。世家大族以为够河北秦，就能换来平安一隅的繁华，但这仅仅是健康城中暂时的繁华。健康城外，多少北京的百姓还生活在战乱之中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选中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萧氏父子三人贪墨修渠孔，私卖军资，通敌卖国。现查封王府，监国恩旨，非萧氏族人者可离开，不愿离开者，即刻封锁。除了老王妃，其他人都走了。何夫子只是我们家请的先生，蕊生那是我们家请的大夫。不是干女儿和妾室吗？还有那孩子。何夫子是何氏女，与萧氏无关。而于蕊生从来都不是靖安王府之人，他是北府军医署官绅，领北府俸禄。至于段子期，就更不是萧无一的儿子。而老王妃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大业吕，年逾5旬夫人戴罪，可居家囚禁，是否？至于我，
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是萧世子的和离书，监国殿下让世子妃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。请诸位将我的意思告诉齐王殿下，明日就是最后期限。报！启禀殿下，正通书局撰修，柳昭林前来自首。柳昭林不是已经？报！微臣恭喜殿下。孤何喜之有？启禀殿下，萧无一脑中的血瘀已近3年，已成痼疾。殿下放心，一旦经脉完全堵塞，便再无生路。依臣愚见，萧无一应活不过今年。放！孤何时说过要萧无一的性命？孤告诉你们，若是萧无一无法痊愈，孤让你们整个太医署一起陪葬。下去。诺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报！殿下，狱卒说，萧世子婚去之前说他没有罪可认，如果一定要认罪的话，这血写的兵书就是他的认罪书。宣谢家瑜。诺。不，别选了，让谢家瑜直接去狱中接萧无一出来。诺。为何要放掉萧无一？你这，哎呀，这是扳倒晋安王府、收回北府兵权的唯一机会啊！你难道不想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报仇了吗？若非萧居隐瞒不报，安陆2世岂会被冤枉覆灭？谢家瑜拿来了您和齐王府乳母的书信，以公开我的身份作为要挟，要我放了萧无一。您说是该放，还是不该放呢？那日他特意来找我，竟是为此。哦，对，柳昭林投案自首了。他不敢多言。是，他也畏罪自尽了。廷尉还去了上河坊3巷查封，还想抓住那些曾经帮过柳昭林伪造贪墨账簿的学子们，可惜晚了一步。还有，父亲，孤只有一位母亲，那就是齐王妃。当年是齐王妃用她的命换了孤与妹妹的命，孤从未有过第2位母亲。她的仇是您的心结，不是我的。快！柳昭林死前可有说自己受何人指使的吗？无人。这柳昭林本姓裴，与靖安王府前世子妃何元姬青梅竹马。这何氏嫁入了靖安王府之后，他呀因爱而不得，所以心生怨恨，蓄意陷害，更是收买了这上河坊3巷的学子，和他一起伪造着贪墨的证据。这事发败露，他就自强谢罪，还萧家一个清白。倒是个君子。是你？从我入狱的那一刻，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流传在上京后宫中的一段旧事。当太傅在以粮道坍塌之罪，欲置我靖安王府全族灭门，就更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当初
太傅和安贵嫔的传闻是真的。你明知道那是个冤案，这还是把2大世家数百口性命送上刑场。我如今这么做，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。当年世家独大，上欺皇权，下压百姓，以致民不聊生，各地义军纷纷举旗。那你们就可以不论黑白枉杀性命吗？安禄从未叛国。平宁县主，潜伏上京已获实证。当年安禄之案，你明知实情，但并未上报。你呀，你小曲，你这晋安王府的爵位，可是踩着我世家的血得来的。我承认，我并不无辜，但为了寒门，为了文熙帝后，更为了大业，我必须破釜沉舟。而太傅你，身为世家清流之首，你我的立场不同，但若论枉死，那些冤死在安禄2大世家刀下的寒门，又该向谁喊冤呢？若当年安禄2大世家兼修河道，真是罪有应得的话，那如今粮道坍塌，你敢说逍遥他真的毫无过失？他真的是冤枉的吗？啊，贪污走私或许是冤案，但粮道坍塌却未必。你转得我头都快晕了。也不知道袁家子到底考了几品。放榜了！放榜了！放榜了！几品？1品。真的？这下袁家子总算是扬眉吐气了，当了女博士，以后入朝为官。我得好好给袁家子设计一顶簪冠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已入东宫，正要册封呢。颍川忠义郎何氏5房4子何元，堪定本次恩科榜首，可入太学，封博士名，定品上1品。颍川何氏5房4子何元拜首。平身。谢殿下。且慢！敢问殿下，为何钦点何元为春考1甲博士？殿下可是为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这一题？太傅所言正是，这道题天下考生兼引先帝文熙月考中兼修河道之法，以木桩与柳条兼顾河堤，但何元却提出竹笼卵石之法。何元，你来说。竹笼卵石，以竹编笼，装满卵石，沉于河道之内。竹笼的韧性和卵石的重量，既能稳固河岸，又可以适应水流的冲击。此乃以柔克刚之法。不问你，你一个世家子，怎会知解法？回殿下，是有一位罪人教授于我。罪人？何元今日也把他带来了，他叫柳昭林。罪人柳昭林，参见齐王。
柳昭林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太傅本想让罪人死在大理寺，是萧世子救了我。我与太傅在书局相识，太傅说你想出头就得先学会低头。我只要替他伪造晋安王府的账目，构陷王府勾结外敌，他便会给我一个入世的机会。罪人低头了，我欺骗了晋安王府从前的世子妃，从他的手上骗取了萧氏私信，在太傅安排的上河坊3巷，整整写了3个月，伪造出了一首足以以假乱真的字。可是后来，晋安王府案发，他便要杀人灭口。而这烛龙卵石是我在太傅的书房中看到的，10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此法。晋安王府的罪状，的确是我指使柳昭林等人伪造，而老夫的确一直在钻研烛龙卵石。但你们可知道烛龙卵石之法的由来？当年安禄2世正是用烛龙卵石来兼修河道，而此法当年却被构陷，安禄蓄意破坏河道，勾结北秦，罪以叛国之名，以至于20几年来无人用过此法。若殿下承认这烛龙卵石之法，岂不是证明维羲帝是错的，而安禄2世乃冤案？大哥，烛龙卵石的模型。萧无业，你早知我与大哥研究此法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萧无业，难道你今日要为安禄2世翻案？这样一来，恐怕文羲帝后的身后之名就保不住了。太傅如何，过去如何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河道如何兼修，如何才能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，尽快打通北境粮道。若他是对的，就不该被埋没。谢家云，你可愿帮我一把？安禄叛国乃铁案，而这烛龙卵石之法，20几年无人用过，那该如何证明此法的真假对错呢？那就请今日在东宫内，让河源有一个证明的机会。臣逍遥参见殿下。罪臣逍遥参见殿下。自从河道塌方，臣夜夜不眠，幸得柳先生所授，在世子妃帮助下，至此烛龙卵石，还请殿下恩准一试。准。谢殿下。组装，注水。这笼中卵石，需选7分棱角，3分圆润者，自下而上呈漩涡状垒起。这第3枚便是关键。若是选用全圆者，水势便如溃军散影。成了，你们看，水流变慢了，房子没有倒。不知今日此情此景，可解太傅心结。
殿下，今日若不叫当年文帝之错，想必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水患之苦。今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当年文帝为夺世家之权，借修渠一案构陷安陆二世通敌北秦，令大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内乱。北秦趁机南下，践踏上京。此悲剧正是文帝一手铸成，更是世家与寒门相争之祸。若不弃世家与寒门之分，不为安陆二世平反，上京悲剧必定重演。文熙帝后亦非神明，而天下不该只有世家与寒门之分，天下更不可系于一人之身。而你们心中那个犹如神主的文熙太子，其实他早已死在了南下健康途中。传古守谕，为安陆二世昭雪。凡有被诬之罪，一概洗除，收其遗孤，准其归籍，送入太学教养。同旨，削去逍遥一切官职，伐却岭南，解决粮道水患之难。臣鞠躬尽瘁，愿为大业，嗣而后已。心愿已了，臣愿不罪。服罪，即不加罪。望太傅告老还乡，重开学院，潜心学问，永不论政事。臣领旨。柳昭林与上河坊3项学子伪造字迹账簿，构陷靖安王府。念其起因，乃世庶不公，泥涂之法，广开一面，流徙800里。罪人领旨。殿下，世庶不公，乃大业之痼疾，还请殿下把本色园设春考为常制，以正公平。准。你能不能为了我多唱一课是一课？我们能一起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我只要你尽力，我也尽力，我便不算你辜负。这3个月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3年好不好？我死后3年，你再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吗？我来写吧。趁你知我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奋勇战者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
可以跟我回家了吗？将这些书稿收起来，交给齐王和尚书台。这些都是你毕生所学，你教会了他们，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那不是正如我所愿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大业多几个小武艺吗？你真给自己交代。就算你想找死，也得再多撑几年。天下需要一个无坚不摧的小武艺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小武艺，你骗人！你明明能看得见。这叫听声辨位。这2年我一直在练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看不到，总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吧？松手，让我起来。你松手！小武艺，血瘀会越来越严重的事儿。2年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仁，打算半路便丢下我，你不怕我反悔吗？那你还能退婚不成？反正和离书已经被你给烧了。你怎么哭了？这血瘀之症无法医治，即便是我告诉你，也只是徒增你的烦恼。可你若是早点告诉我，这2年我便不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没心没肺的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好了好了，这2年，你跟随矿藏图寻矿，行万里路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将妙手开遍大业，助百姓民生，你可还畅快高兴？你高兴快乐才最重要。小武艺，我告诉你，这和离书啊，我还没烧完呢，还剩一半。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事瞒着我，不告诉我，这世子妃谁爱当谁当，我不当了。还想骗我？想反悔？我图纸，小武艺，你根本就能看得见。看不见？子期，你听阿娘的话，以后若是碰到像世子爹爹这样的人啊，就离他远一些，免得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世子爹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了哄女郎开心，把绝症说成风寒，不知保养，
心里没半点数的人。可是阿娘，我以后不想学医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下毒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还想学家喻乙母的机关之术，若是能将二者结合，定然威力甚大。我那日还看见……哎，阿娘，属下留情。段子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以后少跟你家喻乙母混，他那炼丹炉你要是碰一下，老娘剁了你的手！你看看，你都教了子期什么？明明是你不肯松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你做的路障，里面有机关，不用的时候就可收进袖内。不过你已学会听声辨位了，我看你也不学。哎，谁说我不要？谢家园。其实我在狱中写的和离书是假的，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和离。我知道2年前，蕊生告诉我，有一种法子可以清除我的血瘀，但风险极大。若是失败了，我可能随时就会丢掉性命。但为了改制，我放弃冒险。对不起，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无耻也罢。即便是我知道我注定要辜负你，我也绝不会放你走。若蕊生阿紫知道你不好好休息，还流眼泪，又敢骂我了？他不敢，你可是我的世子妃。从小就失去了亲生父母，阿母、太傅、乐君和阿茂，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。我这一生，好像一直在学习如何与人告别。所以你别担心，我很擅长与人说再见的。就算真的有那一天，你离开了我，我最多也就为你哭1个月吧，不，3个月。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便不算你违背承诺，可以吗？说说看。3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从今日起，忘记蕊生阿紫给你的期限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着我还在等你，你能不能为了我多撑一刻是一刻？我们能一起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我只要你尽力，我也尽力，我便不算你辜负。这3个月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3年好不好？我死后3年，你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吗？好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爷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。不该说些什么吗？
我该说些什么？嬉笑怒骂，撒泼威胁，什么都好，就像从前的你就好。逝者如斯，如何能刻舟求剑？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你明知我阿父的死已一点破度，建安王已是被北秦设局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。我多希望有那么一点是因为我。我以为春考之后，你和萧无意已经和解，但我又怕你只记得我的不好。你相信萧无意从未贪恋过权位，你也已经拿到缺骨令，他无法再证明自己是文熙太子，而且他本也就活不长。你不愿他活不长，还拖你下水吗？无人能拖我下水，是我自愿与他同行。那他若弃你而去，你当如何？只要他不曾令我失望，即使他去了，亦是与我同行。我会带着他的那一份，好好活下去。所以当初你离开我，是我让你失望了吗？我只是看不懂你，就像如今，我依旧看不出来，你何时在演，何时是真。也许你真的很适合做一个帝王，喜怒不定，帝王心术，叫人心生恐惧。各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走。没事吧？既绑着我又护着我，安谋，你好矛盾。我记得你吃不了桃子，没想到竟有一日，也不得不对你出手。别跑！你连夜出城，即刻赶往驿站，务必在齐王的人来之前告诉他健康出事了。好。不过现在四方城墙下肯定全是伏兵，这次出城，你九死一生。以一敌百，可能打不过，但肯定能跑得过。只是我若出城了，城内可就无人可用了，到时候您的安危……放心，是，我会保护好世子妃的。你也是皇家营士？不仅是我，健康城内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是当年奉命保护文熙太子，但文熙太子从未启用过我们，他只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上！也行。世子，老王爷杀谢怀圭，被廷尉当场抓获。追捕途中，老王爷还重伤廷尉。齐王已经下令将王府内所有人统统抓走了。世子妃呢？谢龙，怎么少了一角？这叫百鬼灯，有特殊的含义呢。什么含义？难不成还有警示之意？对啊，是有警示之意。
萧无一奸诈狡猾，就算是回来了，也断不会来我这里自投罗网。这就进了大理寺里面了。进个大理寺算不得什么。王爷、王妃还有逍遥，他们都在里面。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？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一声东击西，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，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一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。太傅难道不想知道，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一手炮制的吗？你不是家主！瑶瑶，一会儿见到太傅别哭，他虽有旁心，但好歹也养育你18载，人死过乡，就别记恨他了。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世界忽然一瞬停息。这是夭夭亲手为阿父打磨的黑玉扳指，送给阿父当成生辰礼。怎么样，阿父，好看吗？若我
好看，太好看了。阿父会时时刻刻的带着，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瑶瑶。好。却回不掉一颗思念，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声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誓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着永远人天都毁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。礼记玉草篇有云：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你凯记得何意？君子行止，言语当沉稳，行坐当昂首挺胸。阿父，女儿方才失礼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过得自在些。阿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准备支持归降了吗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小菊，什么？不可能！廷尉和百姓亲眼所见，人也是当场拿货的。殿下，你来说。是殿下，世子妃，臣今日听闻有人在太傅府闹事，遂前往，正遇到靖安王在太傅府行凶。什么人？靖安王！见人便说，整条街的百姓皆可作证，行凶之人正是靖安王萧驹。突然，一辆马车将逃亡的靖安王撞飞，这才将其拿下。这不合乎常理。若父王知我阿父与柳昭琳合谋，想要寻机报复，他不应该选在青天白日，而且被人发现也不走小路，反而还要多砍几个人，这不是给自己找人证吗？臣也疑惑，直到臣在太傅怀中发现这个。这是父王当年写给文熙皇后的罪诏。这份罪诏落款是昭宁12年，也正是上京沦陷前夕。当年靖安王明知安禄二世蒙受冤屈，却将安禄200余口押上刑场，所以当王爷得知此表落入太傅手中，故而杀人灭口，倒也是说得通的。不对，我阿父早知安禄二世蒙冤，若他早知有此表，定不会沉默至今。上京沦陷，若此表没有毁于战火，那只能是落入北秦之。对，是北秦。廷尉，你当时目睹他开口说话了吗？并未。这就对了，因为口音会暴露身份。阿梦，你可还记得崔俊？那是北秦人的仪容秘术，这些都是北秦人的阴谋。殿下，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帮本王？给我松绑！靖安王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伯息后回府路上，就被人偷袭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启禀殿下，安凤酒楼、老王庙、苏记胭脂铺等7处北秦暗探据点皆已勘察完毕。北秦暗探行事如常，未有任何异动，无人撤离。若此事真为北秦暗探所为，按理来说，无论是成是败，都应该立即撤离。但他们不走，如若不是真的毫不知情，难道等着被翼王打尽吗？靖安王，你说遭人偷袭，可有人证？应该
我去博戏都是背着我夫人去的，这佳瑜知道啊。那么这罪诏所记又是否属实呢？当年为了压制世家，臣确实没有揭露冤情。既然安陆二世冤案已经平反，来人，在，将靖安王府上下通通拘押，并立刻派人前往颍州捉拿逍遥，就地卸职。诺。殿下，秘密拘押。殿下，这萧无一尚未巡查返回，不可让他提前觉察，以免逃脱。将世子妃请入宫。朕没令牌，依然无用。萧无一，却骨出，天下定，旁人趋之若鹜的，你轻易摧毁。以令化人，为的就是确保你生前身后，再无人敢动谢家玉。连我都不行。你计划得如此周全，舍得一切，却又在生命的最后选择抛下他出征。萧无一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？我没想过你会帮我。我想，阿母也应该会愿意我这么做。是，我也没想过萧无一竟然能够做到大义灭亲，为安陆翻案，甚至告诉全天下的人，文熙太子已死，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。这天下万民祈求的，只有和平安乐。谁在乎那玉座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铜做的？萧无一想要打造的那个大业，我愿意期待，也愿意帮他实现。瑶瑶，阿父王，阿父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。阿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北京很苦啊，要记得多穿衣。你有个好女儿。陛下已同意了设春考为常制，太傅也递上了请辞奏书。你又赢了我一次。何时回北京？我已向陛下请旨，3日之后，先巡查京畿布防，然后就回北京。英王的部队一直都有异动，需尽快回去。我如今在想，你是将死之人，而我和谢家瑜的余生还有很长的时间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也不急于一时。
雀谷令中所藏矿藏之隐秘，已被谢家瑜破解。日后若是朝堂需要矿藏，他会告诉你。有了谢家瑜，这枚令牌已然无用。萧无一，雀谷出，天下定，旁人趋之若鹜的，你轻易摧毁。以令化人，为的就是确保你生前身后，再无人敢动谢家玉。连我都不行。你计划的如此周全，舍得一切，却又在生命的最后选择抛下他出征。萧无一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可千万别死得太快，我一定会赢你一次的。萧无一，李茂回宫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呀，怎么碎了？这可是雀谷令，不是早就长在你脑子里了吗？还要它做什么？再说了，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印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阿紫真是一鸣惊人，一下子就能考到榜首。我以为我这辈子最紧张的，或是嫁入靖安王府的那一日，可没想到，今天居然比那日还要忐忑。可我从未像今日这般，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就是我有些担心阿紫的身份。你说，阿茂若是在，瑶瑶都绿了。齐王比我更期待这次春考的结果，他既然没有揭穿我，日后就更不会。只有手握我的软肋，他才会更放心的用我。能嫁入萧家，与你们成为亲人，相互倚仗，是我之福。亦是天高海阔，祝君万事遂心，得偿所愿。世人皆不过为君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过，乱箭是非终究不可说，此生在世间皆为过。我是情若不必在执着，心为枷锁，我念便挣脱，又可是说破。别想了，你已经对李茂仁至义尽，是他非要赶尽杀绝，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忍再忍。等到明日救出父王母妃，出了健康，到了北京，他就不能再纳你何了。又要让你随我冒险了，这次恐难善了。若明日发生意外，瑶瑶，你要活着。
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意外，你都要活着。放心，虽说加上咱们几个，也总共才30多人，但我瞧着他们都是十分忠心得力的。你看，你即使放养他们20多年，但他们还能在健康发展出这么多实力。明日有了他们，就算硬拼不行，制造一些混乱，把人救出来，肯定没问题。瑶瑶，对不起。为何要与我道歉？这次还连累了元姬阿紫挨打，不过他是春月考榜首，是李茂收拢天下学子立的活招牌。就算李茂不瞒他上剑，应该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睡吧。是我怎么睡得着？明日便是生死之战，这是最后安稳的一觉，快睡吧。你这样特别没意思呀！咱俩打了10年的仗，这人生有几个10年呢？怎么也算是朋友吧？到了本王的地盘，也不让本王尽地主之谊，请你吃一顿肉。你这绝食到连水都不喝，显得本王多不通礼数啊！得，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去找你的那位侍卫聊聊去。他的伤势看着比你还重，脾气应该没你臭吧？不必在我身上白费力气了。我选择回健康，就是要赌。既然我赌输了，我不像你，是生是死我都认。不像我9丈原一战，你黑鹰军死伤惨重，北秦太后又不久病逝，你最大的倚仗没了。新君登基，你不甘心，急需一场大胜，可你家小皇帝却不希望你赢，所以他才来抢人，怕你与我合谋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家小皇帝这么快就来抢人，说明你的身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啊！果然，最了解你的人并非是朋友，而是敌人。可你不比我还蠢。哎，这个李茂借你之手坐稳了朝堂，又立刻抓住机会过河拆桥，杀你父兄，夺你妻子，这样的主君，你还没有忍够吗？不如你跟我联手，你把北府军的防略告诉我，从洛州到淮西，顷刻之间就是你我的囊中之物啊！我跟你共分天下。我忠一国，而非一君。那本王答应帮你打回健康，把谢家瑜抢回来呢？再亲手砍了李茂的头颅，祭奠你的父兄如何？我本就命不久矣，荣华富贵、男女私情于我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想到，堂堂文熙太子，竟然是把江山拱手让人的废物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连这都不知，怎么敢行离间之计啊？你们往本王身边送来了一个李乐君，难道东宫殿内没有本王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李茂就是性情扁狭、优柔阴刻，就是因为你是文熙太子，他绝对不可能相信你，更不可能放任你执掌北府。就算你为他打回上京，
也就是狡兔死，走狗烹的下场。好好看看，这是文熙帝战死前所穿的铠甲。当年他御驾亲征，抵挡千军万马，但他到死都没有等来你们南叶世家的援兵。这样的南叶，还值得你守护吗？对了，你离开健康的第2日，礼貌下旨，萧氏叛国，废你为庶人，萧氏14岁以上全部斩首。第3日，宫中传出旨意，纳谢家瑜为齐王侧妃，谢氏以死相逼，被齐王用镣铐锁在东宫殿内。婚仪明日进行。3、2、1。救人！这是法场的诅咒，我们被李茂骗了。夏无疑，没时间了，你快去救人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青龙，保护佳瑜，诺。小心！忍不过，我们走。让开！世子若是迷途知返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都是大业的子民，我不想看见你们的血。萧无一，难道你眼前的此情此景，就是你所谓的一心为国吗？靖安王萧居构陷忠臣，制造冤案，累及大业国运，上京沦陷，其先当法，其罪当诛。然则你今日朗朗乾坤，杀禁军，劫法场，置国法于何？置天下公理于何？天理昭昭，国法难容。今日若不将靖安王府上下伏法，又何以服天下？何以正国纲？林茂，你想要的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还少一样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师出有名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了我家人。我乃当今监国，你们是想造反？陛下圣谕，朕统御万方，以昭明德，安陆冤案真相大白。靖安王萧居心怀叵测，构陷忠良。今日萧氏一门皆已伏法，特命萧无一即刻缴械认罪，务实振兴，勿使天下百姓再受战乱。北府黑旗，还不快拿下罪臣萧无一！你真以为我的北府兵会听命于你吗？那就试试。拿罪臣！这一刻很讽刺吧？你曾呕心沥血推行北府改制，甚至不惜将一人一族之私兵改为天下一国之兵，此乃何等气魄，何等胸怀！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你呕心沥血打造的北府军，总有一日会对你刀剑相向，反杀于你。阿茂，打！
放了我家儿！放开我！你放！小五爷！把瑶瑶还给我！小五爷，放开我！林某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让他们放开我！小五爷！林某，林某，你疯了！你放手！小巫医，这一剑算我还给你了。林某，你放了！杀！不要杀我姐！啊！不要！李茂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五爷！瑶瑶，捉逆臣，杀叛贼。青龙偃月，保护好世子。把谢家瑜带回宫中。别杀！小五爷！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，有什么话，吃完饭再说，啊？瑶瑶，你曾同我说过，无论萧无一有没有走在你前面，只要他没有背叛你，没有让你失望，你都会好好的替他活下去的。快吃吧。你打算囚禁我一辈子？你应当知道我的本事，这世上所有的锁都锁不住我。
锁不住，可以用毒啊。软金散，至少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可以好好跟我成婚。那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替萧无义报仇。你给过我一簪子了。萧无义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他逃走的时候，伤势很重，故早在城外布下了埋伏。谁知道他一出城的时候，就有人将他救走了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还暗藏私兵？看来你也不知道啊，谢家瑜。看来他也并不信任你。不好了，殿下！放肆！谁允许你不通报就闯入的？殿下恕罪，是有要事禀报。说。萧子期他不见了，他用针灸刺晕了阿禅姑娘后就跑了，如今不见踪影。快搜供寻人！诺。一会儿见到太傅，别哭。人死过小，就别记恨他了。南哥，萧子期他不见了，快搜供寻人！刚入宫的第1年，有一个人常常在这儿想。像你和无一在宫外都会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想，你估计在家又把炼丹炉给炼坏了吧。而无一可能去了北境，刀山剑海。可我想的时间越长，能想到你们的画面却越少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再也想不起你们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在这里思考。我那时在想，如果当时你留在宫中的话，会想和你一同做些什么呢？我想了好久，好久，却没能想出一个你开心，我也开心的画面。不过方才我明白了，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。你很担心子期，一个能把萧无义逼进绝境的齐王殿下，为何会担心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？找到了！启禀殿下，本公公找到萧公子了。说。你不怕我也跑了？要跑，肯定是找到萧子期再跑。走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别闹了！来来，走吧走吧，别玩了。放开我！不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我姐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呢！冯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。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走了，走了，走走，走了。快走！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
萧无义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一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达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义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的神医，医治世子。你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义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清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义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唯负于你。一直说的没错，如若没有9丈原重伤，或许萧无义终有一日会变成文熙太子。但血瘀之症注定年寿不永。谢太傅的私心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更好的路，已知更适合这个位置。父王从前犯的错，终是动摇军心的隐患，对此我早有准备。但没想到英王会以太傅之命为饵，他既出手，我们索性将9世连根拔起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君臣决裂的戏码，以肉身铺路。拿着这封密报，好好的看。提防暗探。我计划好了一切，安排好了所有。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一不敢牺牲。萧无义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官场为什么不死？你们2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走！所以，
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鹰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义，把萧无义逼入绝路。至少要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义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叶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此路迢迢，恐无归期，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，不敢再投来生，只愿瑶瑶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说话，说话。谢家瑜，明日大婚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再这么砸下去，这宫中就没几个瓶子了。如何，陛下下旨了吗？萧无义判断的不错，安陆二世平反之后，百姓对北秦炮制冤案的愤慨，以及这20多年战乱的仇恨，已达鼎沸之势。北伐民心诚意，陛下已下旨同意北伐，令河源撰写北伐檄文。果然，什么都逃不出他的算计。李茂，今日我就算死也不嫁给你。这是何物？你不是想要在北伐之前抓住宫中所有北秦暗探吗？此物名为火棘离，记载于火攻备要残卷。当年北秦急于杀害崔俊，就是为夺此物。我师父袁小六临终前，将此图纸交给我。他说：“火气一道，系于国运。”所以北秦暗探如果知道此物，哪怕有陷阱，也必定以命换之。那岂不是太好了？有此物，北伐定然能成了。不过此图纸我改过，所以你别让军械剑的人瞎造。要是炸死自己人，我可不负责。瑶瑶，你还是不信我？我信你，但我也得防着你。萧无义自恃聪明，把民心算进去，把你的野心也算进去。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但其实就是个傻子，不拿自己的命当命。所以我是他最后的退路，我不敢赌。安毛，我不害你，
但我也不会让你害他。我只想让你们两个都好好活着。好，那明日大婚便是找到安探的最佳时机。谢佳瑜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日大婚你是嫁还是不嫁？火劫里的图纸你给不给？若是你执意要与萧无一赴死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萧子期。你敢？保安，奴才在。带萧子期去大理寺。既然他姓萧，就让他早日与家人团圆吧。诺。林茂，你疯了！你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。姑留着他只是为了让你听话，但姑的耐心有限。太傅已死，萧家已败，现在除了姑对你的救情，你已毫无依仗。别自视甚高了，你只不过是姑的战利品。火劫里的图纸我给你，但是你要将萧子期和何元基放走。好，大婚之前就放他们走。可以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像的。殿下恕罪。罢了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你也不必再演了。殿下别赶妾走，求殿下怜妾一片痴心，妾愿伺候殿下，伺候侧妃。姑待你如此不好，为何你还不变初心？阿禅跟随殿下至今，深知殿下的不易，即便做不了殿下的心上人，也愿做一碗茶，一盏灯，只要能让殿下感到片刻的安宁舒适，妾便心满意足。好，那明日你就帮姑做一件事情。但凭殿下吩咐。看好谢佳瑜，如果他要转交任何东西给何元基或是萧子期带出宫，给朕换下来，那可是北伐制胜的关键。诺。还有，避开冯安，他是北秦暗探。什么？冯公公他？阿禅，姑只能信你了。妾定为殿下分忧。侧妃，我们回宫吧。站住！等一下，还请阿禅姑娘日后多多照顾好你了。子期，还不赶紧叩谢阿禅姐姐？公子不必多礼，阿禅日后一定会尽心照顾好你的姨娘。走吧。
冯安已被发现，他那条线上的3人恐都已暴露。现在，只有你们能将此图纸送出宫去，立刻送去给殿下，不要再回来。诺，站住！你是何时发现我的？姑不曾发现，姑试探了每一个人，而只有你露出了马脚。火棘离太重要了，如若冯安被发现，他的同谋只能以身犯险。其实我从第一次在阿茂身边看见你的时候，心中便觉得怪异。当初那个能跟长沙王同归于尽的烈性女子，你若是喝了她，你也一样会死。那就同归于尽。怎会在爱上一个人后，心甘情愿模仿他人，为人替身？你从一开始就是鹰王的人。我想应该不是，他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贤妻，扮作舞姬，在健康四处打探消息。长沙王谋逆，他发觉有变，为了自己不被牵连，所以才在兰台会上逃跑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阴差阳错进了靖安王府。所以你一开始不是打算真的救下那些武姬，而是想要制造混乱，自己逃跑。人各有命，暗探行事，顾不得那么多。你将靖安王府当作跳板来到姑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能走到哪就走到哪，就因为你全无计划，所以没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还故意安排了这冯安来姑身边，吸引了姑的注意。但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既抓了冯安，为何还不放心？孤家寡人，古今如此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殿下，阿禅此生无怨亦无悔，只愿殿下珍重自身，得偿所愿。奉陛下旨意，月3日值黄道开兵，王师整饬，誓发北征。健康城内所有北秦暗探，全部祭齐。入！看来殿下从未相信过我。我当真演得这么差吗？世子演得很好，可惜本王不爱看戏。要说世子造反，我信；世子投靠北秦，就算演得再好，我都不会信的。我的人都到了，今日就是北府的死期。他们都没有死，邱家人死了，也只会死在战场上，怎会死于你的陷害？所以从一开始都是假的。北府儿郎，无印，接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！
呢你？你答应我，你要好好活着，等我回来。夏无义，你个骗子！走！快点儿，有点麻利点儿！哎，走！奶奶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别来！杀人是为了救人，谢家玉，你并不是两手空空。北齐人视我们野人为猪羊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任人宰割，不如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也一样会死会怕。你们不想回家吗？早死晚死都是死，大不了一起死。人非生来就懦弱，只是如果习惯了低头，勇气和决心是需要有人用生命、用鲜血做给他们看的。你们来的正好，速战速决，去救萧无义，还要跟鹰王同归于尽。萧无一，你输了。今日的定风坡，就是你与北虎军的葬身之地。谁输谁赢，谁生谁死，还不一定呢。陛下的大军到了！鹰王，你怎么能逃呢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难道你一时入局，为的不是我，而是……你以为齐王不肯让我独揽军功，那你家小皇帝会放过你这样的权臣吗？如今你我两败俱伤，他便想渔翁得利，可他岂知自己才是真正的那条鱼。
府军烧断了所有逃出定风坡的路。萧无一看准了我与陛下不睦，你深入局就是为了引陛下出手，将定风坡全歼我大清主力。他萧家父子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今日就是死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哥！我走。别回头，走！可以答应你的计划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活着。有志之人宽生，殉道之人求死。萧无影，日后为我弹绳，可好？对不起了，瑶瑶。为何而战？记录好。这叫石脂，也叫尾水。石脂油矿与猪油、牛油不同，它们与矿藏同生，可燃不可食，水也扑不灭，绵延千里。
燃烧不尽。谁也扑不灭，但有此物，必将战无不胜。我之前答应过无意，要在北伐之前造出火祭礼。今日虽然他不在，也看不到，但我义不辱使命。我要走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火祭里有崔少安监责。去找无一啊？此战于北府，于大业，于你，都有可能大胜一场。但对于萧无意来说，他必败无疑。他本就抱着必死的决心，现在2个月期限快到了，神医的药也撑不了多久。我不会让他死，我要去找他，我一定带他活着回来。同生共死的义气，向谢家瑜。去吧。不拦我？拦过，拦不住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你一定要去北境吗？北府军是我一手建立，只听我一人之命。改制3年，军制虽改，然军心未改。一直安禄2世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。军心不在一人，而在万民。无论是北府军的统帅变成何人，哪怕没有我萧无意，北府军也必须知道，他们是在为大业而战。那你不打算回来了吗？我们还能再见吗？希望在我生命的最后，可以为北伐铺平道路。从一开始你就是这么设计的吗？那谢家瑜呢？告诉萧无一，如他所愿，再见面时就是君臣。知道了，阿梦。再见了，瑶瑶。希望殿下妾身告退。再见了，谢家瑜。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。把金豹和奏折都拿过来。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若我能抛开这可惜，你可愿再一次联系？我不嫁人，我守着哥哥就好了。我有全天下最好的哥哥。哥哥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我不怕神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隔着音乐，任天地都毁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，却再见你一面。我刚刚都跟你说了，我是萧无意的世子妃。你若是不信的话，直接把他叫出来问问不就行了？哎，萧无意，我在这儿呢。萧无意，你看他，你放开我吧！你让他放开我。萧无意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跟你同生共死啊！萧无意，我可是在北府军营里面放了一把大火才跑出来的，你就这个态度，枉费我为你哭了那么多天。谢家瑜，别来无恙啊！看来你对世子还真是一片痴心。
放人进来。落。吃食已备好，请慢用。萧无意，你既已脱离了礼貌的掌控，想去哪儿就该去哪儿，何必跑过来自投罗网呢？你傻不傻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但凡踏入此地，再想出去就难了。你还要我同你说几遍？我是来与你同生共死的，听明白了？不过，你若是介意礼貌强行娶了我，那我现在就做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你怎么一个笑脸都没有啊？我已抱着必死之心，在外已是声名狼藉，何必让你在我的身边，和我一起受苦呢？你我不是早就承诺过，将来无论你是功成名就，还是万人唾骂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谢家瑜说到做到。萧无意，夫妻同命，我只要你活着。哪怕众叛亲离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萧无意也不算白活。待我歼灭李莽的大军，我就去找你。那件我答应过你的武器，我已经做到了。想必燕王以为你是来打探消息的，谁能想到，你当真是来找我赴死的。那你的意思是我还来错了？你没错。说实话，看到我来，高兴吗？高兴，我很高兴。那你知道我看到书信时有多不高兴吗？萧无意，你若是再有下回，我绝对不饶过你。要不然，你跟李茂你俩过去吧。也不对，李茂说了，再有下次见面，如你所愿，只是君臣。仵作已经验尸了，乐君死之前就已经服下了毒药。那一剑，非你所愿。即便李乐君服下毒药，他注定要离开，但乐君毕竟是他的妹妹。最后这剑，射的是萧无意和李茂曾经的少年情谊。那在战场之上，你们……无论我和一之的关系如何变化，于南叶，于朝局，我们始终都有着共同的志向。这一点他绝不会变。如今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，这条路不管再难，也要坚持走下去。乐君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若是有机会，请帮我告诉家瑜，乐君此生没有做过后悔之事，是怨是恨，皆甘之如饴。入刑争典，只是遗憾。
大业的山川湖海，不能随他一起去看了。叹什么气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再回到健康时，还能赶上千灯会。人生之路便如行舟，乘船之人来来往往，而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行一段路，时间到了便会离开。总要学会放弃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我不想听任何不吉利的话，今日不听，明日也不听。夏无一，你把手伸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去求老神医求的保命药丸，你把它拿好。夏无一，夏无一，是大公子。大公子，还有气息。世子呢？你要上战场，就要配最好的马，他能带你回家呢。夏无一，世子，世子！夏无一，夏无一。你的乌金剑我收下了。瑶瑶，你说你的一生都在学习告别，无一亦如此。父母皆亡，家国沦丧，民信使命强加于身，立天地，晓世情，负恩义。此生所得皆所求，所得亦非所求，既无人能怨，亦无处可恨。天道无情，血握中原，妇孺成疾。凡人之身，安为己量？重铸山河。瑶瑶，立即承诺，无论将来谁再来抢，我都绝不会再放你走。待3个月太短了，3年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？好。夏无一，夏无一。
掌柜在吗？掌柜的不在，有什么需求您尽管跟我说。听闻此处可根据需求制造任何刀剑武器。官属督造，童叟无欺。这个身份的精妙，您看看，这还可以是吧？行，3个月后来取。这么久，我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能否与东家面谈？东家不与人见面，这是定死了的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等不了啊，您还是别等了。你东家是谁？咱铺子的东家可是北府军械界大师傅，也是晋安王世子妃。晋安王世子妃，定金多少？定金不用，咱东家说了，造不出来耗材算他的。若是做好了，我不在健康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们妙手啊，在大业、北秦都有分号。您拿上货单，到您最近的分号申领，1个月内夜行商队，大业境内啊，保证准时送达，货到付款。这是您货单。祈福术、阴阳术，小五一，你说你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死？你听我同你分享，第一，我连你的尸首都没有见到。或许是你觉得你这一生作为小五一太累了，所以你想要休息休息，就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等你休息好了，你就会回来找我的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第二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会回来。这其他事情，你都做到了。小五一向来言而有信，这一条，你不可能食言的，对吧？为什么我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我为什么会不自觉心疼流泪？不过就算你食言了，之后我们天上相见，我也会原谅你。你这一辈子过得太苦，太累了，所以你想要早点休息，我也不怪你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大度？能娶到我，是你的福气。小五一，我想你了。我许你3生之约，你若是能听见，便化成风，化成雨，来梦里找我吧。我这么灵吧？
一代不如一代，想抓我，回去再练练吧。一念作一曲同行，一梦星月，夜夜流光。没事吧？谢谢你啊。情深几许无息，眼里是未结。就这点功夫，还想替代萧无一？等一等。入目啊，一颗无心间，寸寸相思牵扯不可说的谎言。可知啊，去心似我心，从此两心相惜，不再孑然世间。漫漫流年，情字生皆为情所愿，偏揽书中情话，得来终却浅。缓缓岁月，执手相拥，写作誓言。莫问归路，只求余生能与你。萧无一、谢家瑜，缘雪三生。手为情所愿，皆如情之所愿，等来终得见。朝朝暮暮，只需一人，岁岁年年，执手历经烟火人世间。来看一看刚出锅的馒头大包，来看一下。刚出锅的，热乎的，包好吃。哎，南星，我刚刚好像看见世子妃了。怎么可能啊！雨狼上次写信还是在苍梧郡的时候。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健康也好，北京也罢，对于女郎而言都是伤心地。女郎如今喜欢待在温暖的地方。可是刚才，景老板，你这账目是不是又记错了？不可能啊！这库存和数目对不上啊！你过来，来，我去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是吴菁剑。女郎，这是我为萧无一锻造的吴菁剑。要断这把剑的人呢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来的。还长什么样子？穿的什么样的衣服？禁军服制，戴着一副看着挺吓人的面具。此次我派去督军北府的，是我最信任的禁军统领，他曾经也是北府的一员，在战场受了伤。我救了他，与他结拜为兄弟。萧无一没有死，是不是？他到底在哪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去。诺。萧无一，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与你同路。萧无一，我不仅想与你同路，我更想
与你同归。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若我能抛开这可惜，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苍穹骤变，命运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踏上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记。我不怕人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，至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，成全你我的缘。把瑶瑶还给我！小无言，小无言，夫妻同命，我只要你活着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小无疑也不算白活。山国有地风，地面之下有溶洞。萧无一重伤时，恰好坠入了地洞，死路反成了生路。只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他几乎没了气息。当时你找人找得心力交瘁，高烧不退，自己病得半条命都快没了，我该如何告诉你？况且那神医的治法也太奇诡可怖，我和逍遥都没抱希望。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人开膛开颅而死的，我想他更愿意让你以为他死时仍是个英雄。不会的，是我要他为我摊上，是我让他最后为我撑了一口气。即使他最后撑不住，我也不管他。他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3个月前，他回了健康，我立刻去信给逍遥。洪州即将进入汛期，他主治休去回不来。后来又跟我说，既然人已经活过来了，晚点见也无妨，让我立刻去寻你。可我知你不愿听健康消息，便通过妙手传信。结果你还是没有回来。若不是北齐小皇帝正好死了，终于让你有个理由回来，否则我还真得派人去把你抓回来了。面具是怎么回事？如今萧无一武功尽失，还执意要去北境。一个死而复生，又失去记忆的萧无一，北齐暗探会如何对付他？这军中知道萧无一的人不少，我可不希望他想起一切之前节外生枝。瑶瑶啊，你是他的世子妃，也是他的妻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你们自己定。阿茂，谢谢你。
愿乐君安康喜乐，愿我与阿茂年年岁岁，万事得偿所愿。谢谢老板。允许心跳的鼓点，如你奔赴而来的热烈。北府军只有勇往直前，势如破竹。只为你而来，哪怕明知陷入万险。若能够填满记忆的空缺，瑶瑶，无论将来谁再来抢，我都不会再放你走。若能就一个成全，用尽我所有想念，牵引在与你相见，有你的方向怎会遥远？来不及说的契约，无法割舍的。将来无论你是功成名就，还是万人唾骂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谢家玉说到做到。坏的迟了些，你不怪我吧？不怪你。从老天手里抢回一条命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在巨源树下拿到此物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去北京，有人在北京等我呢，我绝不能失约。谢佳玉，你已在祈福树下许了我3声。你可不许反悔啊！绝不背叛，3生无悔。就让我燃烧一生勇往，也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2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
我，老害亲夫啊！放心。